很多东北人吧，有个致命弱点，那就是不经夸，尤其是俺家这个东北人，哎呀，那血型都属于吹牛 B 型血的人，他尤其是不经夸。最近我们不是要去录一个晚会吗？给张家铁整了套西装，穿上让人夸了，这家伙就不行了，现在在公园零下好几度，穿个西装等他梦中情人呢。本来吧，一听说去录节目，张铁那是拒绝穿西装，因为在他心中吧，像他姥过大寿啊、过年家里家宴呐，就这种大事儿，应该穿的花一点。这西装都没有手，啥玩意儿？最后好不容易好说歹说劝他试一下，这一试，所有人都夸好看，飘了。哇，拿铁，怎么这么帅？今天。被夸之后完了，一发不可收拾了，搁哪干啥都要穿西装。哎呀妈呀！干啥呢这是？西装啊，羊毛的，没有人问你这些。西装啊，用玩法，用玩法。那西装整埋汰了，多不好洗，我就严格的禁止了张铁去录制之前再穿这个西装。结果这责任我就背大了。昨天去游乐场玩，没让他穿西装嘛，偶遇了他们班新转来的一个小女孩，一个害羞的小美女，管她叫拿铁哥哥。当时张拿铁穿的是一件羽绒服，这给他气的呀。但是那个小女孩跟张拿铁说，她今天还来，所以今天张拿铁穿着西装守株待兔去了。不怪我不让他穿，天天穿的西装沾的全是狗毛和脏东西，家里地上也是一团糟，还得呼唤咱家的帮手。你好，春蜜。开始清洁，这整的可够干净哈，就连犄角旮旯也不在话下。搞完自己回去自清洁，拖布和基站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张拿铁穿着西装，苦苦等了小鹿妹妹1个半小时。回家吧，张拿铁。再等一会儿呗。一轮分，一轮分。啊？一轮分。偶遇认识他的小姐姐，自我介绍也变了。这还不是那个一轮分？张姐吧，我是一轮分，你加个微信呗。哎呀，你还知道加微信呢？那加一下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快手，把手机还给你呢！快还呢！不找我要找小鹿妹妹，小鹿妹妹。到晚上回到家，也没有等到他的梦中情人小鹿妹妹。张铁非常痛苦，他遇到小鹿妹妹的时候穿的是棉袄，好不容易穿上了西装，等一下午，小鹿妹妹又没有来。他哭是因为他的小鹿妹妹约他今天公园见，结果他穿西装整1天，真没来。他是不是骗我？是不是骗我？哎呀，我婆婆这想念中餐，想念的不行的，但是嫌这个中国餐馆太贵，还舍不得去。以前我去呢还能露两手，现在也没有这待遇。所以前2天我母亲节嘛，我小姑子给我婆婆送了一个礼物，炒菜机，因为他们不会做中餐嘛，就用这炒菜机来做中餐。结果一家人全员出动，在炒菜机面前站倍儿直，炒了一个毛菜，累废4个人。最后炒出那盘菜吧，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是那个东北烂炖吐了似的。这个炒菜机吧，咱也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，它是这么用的，就是你选择你做一个菜，我婆婆选的是西红柿炒鸡蛋，完事儿呢告诉你需要准备什么食材，西红柿、鸡蛋，然后呢告诉你准备什么调料，还不用1个计量单位，就酱油15毫升，蚝油15毫升，糖10克，葱花10克。这个环节就已经难倒了我婆婆一家人，因为没统一度量衡啊。那以前我说过，那你拿量杯来回就换算上秤，然后你这食材你都准备好了放手里呢，炒菜机说，哎，你现在放啥？你呱你就赶紧放进去。炒菜机还是挺要强这么一个人，他要说20秒之后放酱油，你要没放就嗷嗷响。哎妈，这给我婆婆紧张的，生怕出错呀，就演练好几回呀。最后就是排练的队形，我公公站在最右边右1，手里拿着酱油；我小姑子站在右数第2个右2，手里拿着蚝油；我婆婆站在最中间，手里拿着一盘糖；我老公站在最左边，手里拿着葱花、葱瓣缕。完事就开始炒了，哎呦我的妈，那紧张的跟军训似的，那锅就是教官。西红柿炒鸡蛋1连2排，炒菜开始，不数，酱油、蚝油、糖、葱花，报数完毕，准备开炒，放大上，20秒之后离场，放酱油，酱油在最右边公公手里，所以全家找酱油，香要看切，酱油在这找着前看，葱要往这紧密靠拢，好里边，好放完酱油了，好上，等20秒到了，好离场，放蚝油在哪呢？蚝油搁谁呢？蚝油是哪个？什么是蚝油？香做香油看切。警报要响了，我小姑发现啊，我是蚝油，好归队，香着赶紧放蚝油，好再等20秒稍息，20秒之后放葱花，谁是葱花？我大胖媳妇是葱花，香着赶紧，葱花来了，先看，好放稍息。哎呀妈，这紧迫感给这家整的，这菜炒的贼难吃，完焦虑症全整犯了。我说你这就给你炒疯了，那你看这菜谱还给外国人看的呢，那你要是看中国人菜谱呢？开始腌肉，爆椒丸腌多久？腌制入味，炒鸡蛋，爆椒丸炒多久？炒散。好，等待一下，稍息。爆椒丸稍息多久？稍息片刻。等待油温8成热。爆椒丸什么是8成热？7成热和9成热之间就是8成热。放料酒，爆椒丸放多少
酌情放，开始翻炒。爆椒丸翻炒多久？炒至变色。爆椒丸变成什么色？深色。上市。哎，你知道西方人都觉得咱东方人看起来更年轻这个事儿不？在国外他们经常说这句话，就是 Asians don't age， 就亚洲人不衰老。在他们心中，亚洲女人不好惹，买包不稀拎，口红挑着抹，嘎叽窝没有味儿，脑门上不长褶。天哪，就是神话。虽然咱也不知道为啥哈，就在你们心中我长得就比较风尘，老有人以为我47，但其实在他心中我也是神秘的东方女子，就看不出年龄。曾几何时哈，我大胖媳妇领着我去过一次就温哥华附近什么海滩去游泳去。但说这个比基尼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裁缝下料太节省，寂寞沙洲冷，太冻得上。完后来想咋办呢？给我买套潜水服吧。但是他为了图便宜嘛，就给我买的是2手的，还是个9到12岁男同款。结果我穿上以后，我坐在腿上，在美丽的海景中走出了一个严肃的海警，要现场给他拘捕。这个海警呢，以为我是个小男孩，以为他是个恋童癖，就差点就给抓进去了。这事儿以后有空再跟你唠。那你说为啥咱看着比他显年轻呢？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他们特别爱野生美黑，完自己吧还贼拉不禁晒。我这大胖媳妇儿哈，有一次和一群他的这些外国友人朋友在厦门租个渔船出海游玩，结果在船上就突然间就非要调皮，跟人家这个大福建这1.59米的小渔夫斗酒，人家喝白的，他们喝啤的，结果完败。人家大福建代表队，人这老头喝完咋地咋地，人家练双杠去了，咔咔给双杠撸的直冒火星子。这几个外国人，我的妈，在船头上倒一片，漂白一片的，直晃眼睛。刚开始吧没啥事儿，这个船的这个棚有阴凉，但是后来太阳公公他慢慢的移步了，一步一脚印儿，一步一个浪，烈日带着小灼心踩在滩身上。这3个健硕的肢端肥大症吧，咱说就是全晒伤了，而且我都从来没见过人类能被晒成那样。关键吧，他是按照大小个来的，幸亏我老公是最矮的，就晒出个蹄儿。最高那个他支出来的部分就越长嘛。哎呦我的妈，那咋说呢？前朝后丘加腰盘都晒熟了，感觉当时要是再来点蒜酱哈，就直接能下酒，还是道名菜，不知道你吃过没？叫悄悄话。哎呀，敢问青春谁无悔？一群猪羔过热水，矮个只烫脚心毛，高个殃及小花蕊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吓唬你，现在他的脚就比他这个人老。要再总结别的原因呢，我不知道别人家啥样，就我对我大胖媳妇他家的这个观察，我觉得还有个原因，就太能吃糖。就他们饭后上的这个甜点，这个甜度怎么形容呢？前调是英雄虎胆，后调是红颜薄命。要问味道真如何，一口一个糖尿病。不过我倒是挺怀念，就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哈，就不用太保养，不用太注意，不用太考虑自己是不是显胖，自己是不是显老。这一回来，哎妈呀，外貌焦虑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就感觉身边的中国女性真都太年轻太好看。等我生完孩子，我也去做个热玛吉啥的。因为我现在也有压力了，需要护肤，需要美丽，所以今天我推荐一款羽西2021年新年艺术家限量版鎏金瓶。妈，你们不懂，我一直老期待就做这个首饰的这一刻了，感觉自己就进入了时尚圈的感觉。羽西这款鎏金瓶有高达9%的高浓度玻色因，还有稀缺虫草精华，能让胶原蛋白流失的没那么快。哎妈，多亮！说实话呢，就肯定有比这个玻色因浓度更高的抗老产品，但是有比如黑绷带、修丽可紫米精华，但是价格呢，就他们肯定就是更酷炫了。我现在呢虽然比以前有钱了，但是买东西我还是得买性价比更高点的，就比如这个400多块钱的鎏金瓶，长期使用能淡化法令纹、抬头纹，紧致下颌线，充盈苹果肌，千元级贵妇精华肤感，滋润好吸收，不厚重不黏腻。趁这几天买，还有买1送1的优惠，值得入手。